Olá, fãs de C-dramas históricos. Hoje trouxe um conteúdo especial, a tradução exclusiva da live dos atores de Follow Your Heart, onde Lee Yun-si, Sun Yi, Shen Yao e Gu Zishan revelam bastidores, falam sobre seus personagens e ainda soltam alguns spoilers suculentos. Se você ama esse drama tanto quanto eu, não esquece de deixar o like e se inscrever no canal para não perder nenhum conteúdo exclusivo. Vamos bater 1000 likes para trazer ainda mais traduções como essa? Comenta aí, qual seu personagem favorito? Spoiler, ativa o sininho para ser avisado quando postarmos a parte inicial desta live. Vamos mergulhar juntos nesse universo? Hello， 各位线上的爱奇艺网友们，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今天考场通告日的直播当中。我是来自爱奇艺的主持人小瑞，用掌声欢迎《言心计》的4位主演，欢迎。那刚刚经过了我们的扫楼啊，感受到了大家的热情，然后还是请4位再跟线上的网友们来挨个打个招呼吧。我们从江总部开始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罗云熙，在《言心计》当中饰演脸盲姓名的总捕牙司大总捕江心白，欢迎江总捕。然后是我们严南星。Hello， 大家好，我是宋轶，我在《言心计》里面饰演百变游医严南星。对，也是每个月都会变身的美少女。然后很多网友要给这个江总捕跟严南星的这个 CP 取了一个名字，叫做双向奔赴的病情。对，但是这个病我相信大结局之前应该是可以治好的，我们期待一下。是吗？哦，不一定。那么确定吗？我也不确定。我们在爱奇艺站内的正片里找答案。然后下面杨妹来跟大家打个招呼。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陈瑶，我在《言心计》里面饰演的是越江王府的傲娇郡主，加上一个翰林司的女祭酒。对，大才女啊，欢迎 Solo。Solo。好，勤工俭学的若谦同学。Hello， 大家好，我是演员谷子成，在剧中饰演柳若谦，是花想容的打工人，也是翰林司的学生。然后未来也看看你能不能就是一举高中啊，然后抱得美人归。我们现在也是期待一下。刚刚其实4位介绍了自己的角色，性格差异还是蛮大的，所以想问问4位，能不能先跟我们分享一下你自己觉得你的这个角色，如果放在咱们最近比较流行的这个 MBTI 里面，它可能会是什么样的这个性格组成？可能大家都知道 MBTI 吧，应该相对对吧？那每个人来给自己的角色想一想，他可能是什么？我知道是知道，好像又没有那么知道，没有，不是很明确每一个类型。对，大概说个大概。我知道我自己是 I 和 E， 你是什么？我是 INF， 不对 INF 什么 P， 好像是 INFP。那你就是内向快乐小狗。内向快乐小狗。对，我是 I 人。对，因为 ENFP 是快乐小狗，如果我觉得江心白应该也是一个 I 人，江心白是 I 人，那我觉得他应该是 FJ 或者 TJ 的，因为会感觉比较执行力强。哎，对，他执行力很强，是的，对，我是属于，我觉得我和他还有相似之处，但是也有可能微小的差异。好，那旁边这位捧场了，就是机械捧场，感觉好像自己很懂，认同他的，很认同。我觉得就是江心白就是很爱，那严南星就很 E， 很 E， 太 E 了，大 E 人。对。那如果是 E 什么什么，能隐约猜吗？哎，你本人是什么呀？我不知道，但我肯定 I。然后本人肯定是 I 人，对。严南星是 E 人。严南星是属于那种比较直球式表达的，然后感觉是那种白羊座的那种感觉，那种火爆一点，直球一点。对，他很直接，很直接。哎，其实你说实话，我觉得让我来猜的话，我也不是很懂啊。我觉得可能江心白大概率是 INTJ， 就是 T 跟 J 是比较。我虽然不知道 INTJ 是什么，但是我觉得你说那个执行力很强。对，执行力，然后严谨，然后严南星大概有可能是 ENFJ 吧，因为我觉得他还蛮顾大家情绪的。你好懂啊！对，就是哎呀，做了点功课。就 F 是比较关心大家情绪，你看不管是这个妹妹呀，然后若谦呀，然后包括有的时候4R有一些情绪问题，我觉得严掌柜都是及时去关心的。所以我盲猜是这个，大家可以在弹幕里面跟我们互动一下。那问2位一个问题了，都有人说 I 人是 E 人的玩具，在剧里有这回事吗？好像他俩这个组合还好哦。他是我的盲盒。哦，对，他是你的盲盒。玩具好像还好。玩具还好，我们俩
不玩那一套。哪一套呀？好好来问一下陈瑶，觉得我们 solo 是什么样的 MBTI？solo 的话，他肯定是 E 人，就是非常 E 的那种。但是其实就是你说的是 solo 吗？对，认了啊，我认了。但是后面的几个我其实不太明白，就是具体是什么。但是他肯定 solo 肯定是 E， 然后本人的话就是 I， 我好像只知道第一个字母的大概是什么意思。对，那这个全家的希望都在你身上了。子成，你知道你本人的 MBTI 4项都是什么吗？我只知道第一项和最后一项。啊，那你说来。就是 I 和 E 不是一个外向一个内向吗？嗯。那个第4项 G 和 P 是一个我所知道的，G 是比较有规划、有执行力的那种，P 就是比较随意、比较随缘的那种。对。中间那2个确实我也不知道。所以你觉得若谦是什么？就是你们刚才说的快乐小狗啊。ENFP 啊。好，那本人呢？子成本人。我本人是 ISFP。ISFP 哦，哎，我们4个人都是 I 人呀。哦，对，那今天我这个艺人可是要把你们当玩具了。4个玩具。没有，所以你们回顾一下刚刚在楼上扫楼的时候，有没有觉得他们都好 E 呀？就我们的同事们，那大嗓门儿，然后那热情，你们4个 I 人刚刚有紧张吗？不是，就是他们的热情都已经化为了温度，你知道吗？就是周围的空气都是热情的，对，都是热情和爱意。那好，也希望大家有机会的话，可以在网上面多多去用 E 的思路，二创一些言心计有关的梗，帮我们去宣传，把大家 E 的那一面发挥出来，让我们的作品被更多的人看到。好，既然说完了咱们这个 MBTI， 咱们再聊一个这个择友标准，打引号的择友标准啊，就是每一个人来想想，用3个词概括一下自己选中的那位恋人，他有什么好的品质或者特点让你选中了他？就比如假设咱们今天是2组荧幕搭档嘛，那可以江总补想想严南星该怎么夸3个词儿，然后宋轶也想想我们怎么夸我们江总补3个词儿，2位也是一样，来夸一夸，给大家10几秒的时间想一想，怎么夸你的 CP 呢？妙手回春，业务能力认可，是吧？然后坚韧不拔，性格认可，是吧？然后从不拐弯抹角，从不拐弯抹角，这个也是有，直截了当，是吧？然后已经3个了，已经3个了。然后就是经商头脑，然后人善心美，人美心善，是不是？都可以，这2个都可以，对吧？是呱呱的好，呱呱的好，就是棒就对了啊，棒就完事儿了。那宋轶觉得呢？夸我们江总补，这非常明显的，玉树临风，颜值认可，智慧多谋，还有一个很重要，绝不以貌取人。这个确实用心感受。对，想娶也娶不了啊。但是就是运气好呀，看严南星还是那么美丽，是吧？有一种朦胧的、模糊的，就是美感。通过心的沟通，我就感觉这个人长得肯定是非常用心识人，用心识人。其实我觉得这2个角色也有一点很好玩的地方。我之前看的时候，有一集给我看的笑了半天。就是严南星，只有1集吗？不应该每集每一集都有。这一集今天想格外拎出来讲一讲，就是那一段是严南星把那个纸撕碎了，就是还在那个没回京之前，后来地址写的地址又那个摸到人家家去说，幸好我撕之前看了一眼。我当时心说，编剧很严谨，但同时这个角色一下就那个江湖游艺的那个感觉就立住了。然后江总补，我是在看到说，哎呦，到那个。昨天晚上更的应该是到那个原庄去救大家的时候，然后他一副胸有成竹的样子说没关系，我老婆在跟别人说话，我也不介意，大度，然后小拳头捏得很紧，我就觉得可爱。所以这2个角色呢，一定是有很多让彼此认可的部分，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们的严心 CP。剧情里面他们还有第3次大婚呢，大家等一等啊。好，那这2位来，杨妹跟我们先夸一夸若谦吧，有什么吸引你的地方？家务好，家务好，实在。乐观，满满的正能量。哦。还有就是对我好。
对你好。其实你看，这是一个很温暖的快乐小狗啊。对，就散发着满满的光和热。OK， 若谦觉得治愈型。纯治愈。子成认吗？这3点。是，SOLO说的什么都认。哦，那你得夸回去。学富五车。人品极佳。高贵美丽。高贵美丽。说的还是挺在点儿的。他还是有一种没追到，所以夸的那个词儿。高贵美丽和现在剧情的这个节奏推动，对，马上了。马上了，哎，你说的啊？应该是吧。那我们可加油了。好嘞，姐夫。哎，你们俩这应该叫什么？在这叫什么？因为他也叫我姐，就是我们在这个店里有这种关系。对，所以这个可以是姐夫，然后同时也可以是哥，各叫各的啊。子旭。对，就是姐姐的那个姊妹的啊，子旭。我们的方言叫挑担，但是像这种姑嫂好像就比较简单的那个说法啊。反正你们4个各论各的吧，就是最后怎么着，你们一家人把日子过好比什么都重要。那行，我们往下推动一下吧。刚刚聊到说这个快追到了，所以希望大家可以小小的剧透一点点，因为今晚的剧情呢，我们一会儿也会跟大家一起来陪看，所以咱们先浅浅的剧透一小丢丢，每个人给我们说一点点接下来可能会发生的比较精彩的剧情，但是展开又别完全展开，好吗？从铁铁开始吧。我说的比较精炼，真相大白。哦，至于是什么真相呢？再等等看。属于严南星心中的一个真相，也是他一直在追寻的一个答案，他大白了。要来真相喽！好，林夕。那我就说，这个真相啊，在今晚就会大白。一个给了关键词，一个给了时间。陈瑶，你不会说会在爱奇艺大白吧？来给我们剧透一点。今天晚上会温度升高。哦，持续升温，持续升温。至于是哪一对 CP 升温呢？大家晚上看看就知道了。好，来子成。今天晚上快乐小狗可能得 emo 一会儿。哦，得 emo 一会儿啊，就爱看这种桥段。好，他们4个虽然说了，但又仿佛什么都没说。那提醒大家，今天晚上更新之后，我们会有陪看的直播，大家也可以锁定我们爱奇艺。然后我们来问一些具体的问题吧。先来跟云溪聊一聊，就是其实在剧中这个江心白她重度的脸盲嘛，那她每一次都还能认出来严南星，哎，这个是为什么？虽然大家看到现在了，你有的时候他也会问你，就角色严南星也会问，但是你好像都没有认真回答过这个问题。你是靠什么辨认出来严南星的？其实我觉得就是靠一些心中的感受吧，包括严南星的一些言行举止啊，包括他的可能也有身上的一种气味吧，然后还有一种就是那种男人的那种直觉，对于一个他自己在乎的女生的一种直觉，就是不管这个人外貌怎么变，但是我们的行为举止始终都是我们自己，包括我们身上的味道永远都是我们自己的味道，我们的谈吐以及我们的待人处事，我觉得就是从很多细节去辨认的吧。但是可能就是你也不能说就是，比如说像我们那一次，就是在和蛮分开的那一次晚上，不是就擦肩而过嘛，也没有认出来，就是回头了之后，仿佛这个人是他，但是并没有敢直接的相认。那一刻其实就是因为缺少了很多细节。因为那个时候严南星并没有说话，然后在雨中可能也掩盖了一些气味，就是觉得这个人，但是他始终身上散发着严南星的这种气场，但可能缺少了一点点细节，就没有。我懂了，如果2个人再相处个10集，那个时候可能就会认出。不，还是因为爱。对，我就想江总武他超爱的，10多年他都认不出来，他都目中无人。对的呀，眼高于顶吗？对。哥哥，你眼高于顶，目中无人。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吗？这8个字真的现在很精辟。还好，现在已经变成了爱你的哥哥了。好，那想问一下罗云熙本人平时是那种能就记脸记得很清楚的，还是也蛮脸盲的？有一点脸盲，有一点。那会记别人特征吗？因为
因为什么？因为就是有一点散光的人哈，在远距离看每个人的脸，比如说你们的脸，它其实就会五官揉在一起，因为一个眼睛就一个人2个眼睛，可能现在隔了一定的距离，他就有4个眼睛到8个眼睛，哎，就是这样子。听着还挺吓人的。对，其实就是会揉在一起，所以有时候那天在片场，就上一部戏的时候，在片场，肖顺宇，他给我打招呼，他那儿嗨，然后那天他又换了一个造型，我就在那儿嗨呀，特别想要看清楚这个人究竟是谁，但是真的就看不清他的五官，但我也在那儿嗨。我相信将心白应该就是这种感觉，就有这种感觉，大家生活里可能也会有啊。看罗云熙教你了，遇到认不出来的人怎么着，先嗨，哎，嗨就完事儿了。是的。OK， 那来问一下宋轶啊，其实严南星是被网友们评价为最佳嘴替，说每次吵架都占上风。那想问一下宋轶本人，如果在生活当中和别人遇到一些观点不同的那种地方的时候，你是比较强势、比较弱势，还就是能争赢吗？本人？就看是什么事情啊，比如说如果是工作中的事情的话，我会比较，也是像严南星那种，就比较直球式的表达我的观点。但是我还是觉得大家还是没事儿就不要争吵了，对，和气生财。和气生财，把这个财运送给大家。好，那来问一下我们2位啊，有人说江心白和严南星的关系是小姨文学，哦，2位对此有什么看法？说的在理，蛮微妙的，蛮微妙的。对，因为就是严南星和我的母亲现在是好闺蜜嘛，是好姐妹嘛，所以严南星也就成了我的小姨。但他俩还挺塑料的，说实话。但其实也蛮好看的呀，对，是吧？就这样的设定会让2个人的关系其实蛮紧，对，蛮紧密的。提前跟婆婆成为了好朋友。对，其实这样子的话就不会有婆媳之间的那种矛盾，我觉得。就把它对，反而我会成为了那个第3者的矛盾。是这样吧？提前解决啊。反正我们家都是各论各的嘛。对，你们就都各论各的。但我觉得其实这样子的关系，对于比如说我们现在生活来说，如果说自己的女朋友也好，或者说是媳妇也好，能够和自己的妈妈是好闺蜜的话，我觉得这一家的这种关系一定是其乐融融。对，很幸福。我也特别喜欢看就是郡主和嫂嫂的那个情节。就是去打擂台的时候啊，看得太开心了。还有叫嫂嫂的部分，我们拍的也很开心对那场戏，哥不在，大哥不在，然后我们一群女人，然后2个店铺之间还是挺有感觉的。你不知道我们打的有多惨，打的可嗨了啊！对，那好，也来问一下瑶妹，刚刚其实一直在喊 solo， 大家是给你的一个角色的昵称嘛？那现在开始好像不仅是名字的谐音，大家也说剧情里面有很多自己单独出战的部分。前半段剧情里面，那你觉得你和哥哥一般是谁欺负谁多一点呀？在剧里，从你的视角来看，我敢欺负他吗？其实我觉得哥哥是内心虐梭罗，但是梭罗真的是就是非常表面的在有一点点小欺负哥哥，就比如说在妈妈面前还有外祖父面前就是强刷存在感，然后呢可能在上班的时候还是一副很严肃的样子，然后回家马上就找妈妈，然后找外祖父就告哥哥的状，然后就看到大家一家人抱在妈妈的怀里，然后看着一家人批斗哥哥，就觉得暗爽，对，就开心，对，还蛮小朋友的那个思路。对，但其实我觉得这一切都要归咎于，其实妹妹是在乎哥哥的，她也同样希望哥哥能够在乎妹妹。对，就不管是关心还是说。就是被爸爸妈妈骂到，对，被关注到，对，但其实他哥哥就是因为，首先是因为脸盲嘛，其次那个眼高于顶目中无人，其实真的是因为当时江心白在整理他所收集到的线索，对吧？然后一时间，然后梭罗又换了一套新衣服，然后这才导致没有第一时间认出梭罗。那上一次呢？上次呢？开始了，他们两个开始了。你看妹妹就开始了。其实哥哥从来都没有想要去气妹妹，但妹妹就总会自己找点东西来气自己。你知道有一个弹幕特搞笑，就是每次郡主跟商别离在一块儿，弹幕就是他们俩又蛐蛐起来了，又蛐蛐江心白，他们俩都是你的
就是那个粉丝黑，但是对又不显露出来的那种。好，后面你们放心啦，人家兄妹俩后面关系可好了。是的，是的。对，慢慢看吧啊，最后皆大欢喜。当然，我只是代表我的观点啊。好，来问一下我们子成，若谦在剧里面是寒门学子楷模，打工追爱两不误，工作爱情双在线，你觉得是怎么做到的？这时间怎么那么够用呢？就是吧，他每做一件事情的时候都特别专注努力，而且一定要坚定的把它去做好做完。你像读书，他就特别的用功上心，然后对待感情方面他也是，就是特别笃定这段感情，就坚定的去把它对待好。就每做一件事情都是坚定努力的去做好，不认输也不服输，对吧？好，所以希望四位啊，在自己后面的这个剧情里面都能获得你们想要的爱人和你们想要的真相，因为毕竟我们还是一个带点悬疑色彩的剧嘛。下面我们就开始互动游戏吧，聊了一会儿之后，让大家来玩一玩啊。第一个游戏我们叫做总捕牙司的信物征集，请工作人员也帮我们上一下道具，谢谢。这个规则是这样的，我们知道在剧中呢，江总捕是全年无休的任劳任怨的工作。今天呢，我们整理了一些总捕牙司收到的遗落物品，和大家的这个角色有关，大家可以起身，然后到前面来认领一下，每人可以选择，1到2个吧，你们可以先选一选，看看哪个感觉跟你好像比较有关系。来，四位请起身，先选一个好不好？看看哪一个跟你会有点关系。这个是一姐，变脸，变脸这个是对，剑吧一起选一个。好，那每人先数。哦，这个好厉害啊！哦，真的，对，这真的比你变得快。你看，好，每人选中一个啊，犹豫一下，抉择一下，只能选一个哦。选一个。选完之后跟我们说一下为什么选这个。好，从宋轶开始吧，为什么选的是手中的这个？因为我是百变游医嘛，我每到那个就是生理期的时候都会变成另外一个人，然后就换了一张脸，所以选了这个变脸。他变得还真的是蛮可爱的。好，那宋轶能不能跟他一起变3次，然后你变3个小表情好吗？哦我不要求变脸那么大难度啊，就变一下，你给一个表情让大家拍一下，好不好？啊，那这来个还同时变吗？啊，第一个，1，好，第2个，好，第3个 ，OK， 刚好跟他卡住了，是吗？真的，你回去看回放，刚刚好。嗯 OK， 云溪选的这把剑是为什么呢？因为在戏里边，江心白的武器其实是他的离箫嘛。对，但其实江心白作为总捕牙司，他应该是18般兵器都是会擅长，所以我今天选剑的目的，也就是告诉大家，江心白玩剑也是可以的。哦，帅气！好，这2下舞的有点东西啊。好，拍到这个 ending pose 了吗？快拍一下，好帅，好帅。好，给你们3秒，3、2、1 ，OK。好，瑶妹选的是这个一把戒尺，这里有一个不以规矩，无以成方圆，然后背后呢是一把尺子。因为我在剧里面饰演的是翰林司的女祭酒，也就是我们现在的校长和老师，所以我觉得这个还是一个比较标志性的一个东西。好，这是我们瑶妹选的，要不然拿它也做一个很诗味儿十足的一个动作，好不好？非常老师的状态。好，3、2、1，拍一下。OK， 子成选的是书，因为这个竹简我是第一个考入翰林司的奴籍嘛，所以我觉得这个书对于我来说还是挺重要的。他想用知识来丰富自己，改变自己的生活。OK， 那你把书也拿着，给你拍一下啊。这个卷起来的书简，打不开，我就这么拿。就这样拿着吧啊，有翩翩公子那味儿了。好。那4位可以先放在这里，然后这里有2个道具是一组一个的，这个鲜花想必就是你们俩的了吧？然后这个红绸呢是你们俩的，2位可不可以跟我们分别来说一说，为什么他们是你们这个组合的命定道具？婚都结了3次，对，我们3结，对，3结良缘，所以这个和他肯定是脱不了干系的，是我们情感发展的一个重要的载体。信物，载体，这一剧里面结3回也确实是挺厉害的。然后那边鲜花也是因为花送了很多次。对，每一次意外的相遇，我都能送祭酒一朵花。
我怎么突然觉得我好多余呀？我走开，你们拍拍照吧啊！来来来，看看镜头。好，而且今天是不是我们子成还有一个小魔术可以变来着？哇，咱们仨一块围观一下。终于可以看别人了。好，需要什么？你就端着它就好。你看啊，就我这只手，我把绳在空中抓一下，撒进去，再抓一下，撒进去，最后再抓一下，吹口气。虽然我没看出来是从哪儿掏出来的啊，但是有心了。那我也客观的评价一下，我觉得那天我们剧宣的时候，罗老师变的那个魔术好像难度更高一点。好 ，OK， 有心了，有心了。这个更浪漫一些。对，更浪漫，先放在这儿吧，一会儿带走。好，工作人员帮我们收一下道具，谢谢。然后我们下一个游戏呢，叫做花想容业务大挑战。然后咱们也是2组，各自成为好搭档。然后内容是这样的，工作人员会给我拿来一些题板，然后这个题板里面的词呢，都是和花想容会卖的东西或者业务的范围有关。然后一会儿男生站在我这边，我把这个词呢给女生看，女生可以用动作或者语言去形容它，但是不能说中题干里面的词。每组限时60秒，看哪一组猜的越多，咱们就获胜，好不好？那这样，陈瑶跟子成可以先休息一下，然后云溪来到我身边，铁铁去那边，好不好？我们来试一试啊，看看你们俩能猜对几道题。我说清了吧，这个规则。好，计时，我在这儿啊。好，准备好了吗？计时，第一个词儿开始啊，2个字。口红。哦，好快。第二个词，哇，这个有点难，3个字，是画这里的。卧蚕笔。啊，你好厉害！哇，天哪，第3个。舞台就有这么高级的东西。 2个字。花想容的生意果然是。你自求多福。粉扑。不是，是粉扑要蘸的东西。工作吗？散粉。 2个字，哎，对了1个字，第2个字对了。粉，面粉。不是，就是我们要。啊，定妆粉不是什么。2个字，粉字对了。粉字对了。粉扑。不是粉刷。不是，它不是工具，是。它是粉在第一个字。液体。哦，粉底。哦。好，算过吧？哦，这个适合你，4个字，就是我们如果近视散光要戴的隐形眼镜。倒计时了，最后一个还有5秒。哦，这个你猜对了，2个字。粉扑。不是。散粉。对对对。3、2、3。好，散粉你说到了吗？说到了。说到了是吧？我最后没听到。好，那就是几道题？好有5道还是6道？你加油啊！可以，还可以，已经很厉害了，你知道吗？粉底卧蚕笔好难猜啊。对，来2位先做。你这样卧蚕笔，而且刚好你我好难猜，好厉害，已经很厉害了，可以先做几道题，5道是吧？但这些其实都是现在比较时装的一些化妆品。对。所以你看花想容的这些生意，作为花想容的，好时尚啊！花想容厉害了啊！来，子成到我这儿来，然后在那边不太用。主要是我认识的，好像刚才都已经猜完了。哎呀，那能解锁更多新惊喜了啊！什么眉笔呀，然后什么……来，新的题来了啊！什么眼影啊，加油！这些也不难啊！准备好计时，3、2、1，第一题。就是每天晚上要贴的面膜。哦，回答正确。第2题啊，这个双眼皮。化妆品。眼影。啊，可以。第3题。是一个工具，然后睫毛夹。你可以呀！对啊，是这样的，这样打开，然后有一个。这个有点难。不，这还好。气垫。你是深藏不露呀，这位朋友。果然是在花想容打过工的。对，很锋利的3个字，然后可以修眉刀。天哪，你好厉害啊！等一下，没题了，时间还没到，5道已经答完了，恭喜！
你获胜了，有点东西啊，坐，有点东西。主要是真的有点东西，每一个东西都是那就比在这，只能是我就靠这地方去想。你只能说是天赋异禀了。对，他那眼影，我一双眼皮，完了，废了。花想容适合你。我们恭喜一下花想容的最强伙计谷子成所代表的组获胜了，恭喜恭喜！但其实我们2组都很厉害，因为大家都把5道题答完了，然后时间也都差不多。那我们就进入下一个游戏吧，看看能不能扳回一城啊！2位加油！这个叫做翰林斯随堂测试。其实呢，就是说我们准备了一些问题，大家来抢答。能看到吗？这样好一点吗？啊，我来读题干，然后还是各自为组啊。我们送一个东西一组，看不清，真的有点费劲。那这样我来读题，好吧？我来读题啊，你们听到了可以来抢答，帮我记好分哦。有一点点响。来，大家看看我们新上人答题版的第1题，请问严南星和江心白合蛮初见请的戏班子唱的是什么戏？哎，直接可以抢答。一斩蛇。对，回答正确，宋一都会抢答了啊！答案是 D， 李记斩蛇。哦，这是各过各的呀。好，不是你也可以抢他们的题啊。哦，我还以为说我们俩一组，他们可以。对，你们俩一组，他们俩一组。哦，那你抢。加油。第2题，这个是我们2个的。对。严南星跟江心白第一次成亲是谁出的主意？哎，子成更快啊！答案是伽椰，回答正确。C 啊，伽椰出的主意，1边1分。第3道题，请问江心白喝醉之后和严南星撒娇说想做什么？看烟花。哎，回答正确。你俩行不行啊？都是你俩的题，全让人抢了。好，我俩加油啊！举手和说话同时。对，行。这样吧，我们把那个转过去，直接用听的是吧？直接用可以，直接用听的。来听我们江总补的啊，给大家看啊。好，准备好啊。第4题，请问柳若谦掉进梭罗马车是因为什么 ？A. 救小猫 ，B. 取风筝 ，C. 摘果子 ，D. 翻墙。救小猫。回答正确。好，第5题啊。柳若谦跟梭罗某一次见面，若谦在桌上放了钱，请问他放了多少 ？A. 铜板1串 ，B. 银子1锭 ，C. 放了金子多少？ 1锭这个我真的不知道。铜板1串。啊，好，回答正确，回答正确。好妹妹。第6题，请问江心白在将军府，就南大哥的那个书房密室里面看到了什么？钱财珠宝。好，回答正确，不需要选项了啊。第7题，严南星跟江心白2个人在12月坊相见的时候，严南星弹奏的是什么乐器？乐琴。那选项没有，但是乐琴。好，我信你，因为是你弹的，因为答案是琵琶，但你说是那叫什么？乐琴。好，宋毅说的就是对的，加分。第8题，请问江心白给梭罗做的食物是什么？南瓜糕和小米粥。哎呀，南瓜糕和小米粥。好，这个各算0.5分吧，啊，各算0.5分吧。虽然有点清淡哈，但其实满满的爱。对。说了小时候这个肠胃不好，不能吃那什么，所以专门做的这个。第9题，以下哪个物品不是柳若谦送给梭罗的 ？A. 红包 ，B. 美味家常菜 ，C. 书 ，D. 花。书。我觉得这个题有问题，我好像只送了花。红包你也送过？红包你也送了，变成花了。收回来了，就给了你1朵花，那个红包没给你。有送的这个动作，没送，这个物件是出现过的。反正书肯定没送，所以陈瑶回答正确。我不管，我就是要端水。好，最后一道题啊，第10题，请问严南星跟江心白小时候的暗号是？请说出来。冷不冷？我的衣服。给你穿。对，好，恭喜。统计的结果是什么？我觉得不重要。你觉得重要吗？啊，宋毅跟罗云熙赢了，浅胜1点点，恭喜！好，那我们就是1比1扳平了。咱们进入到下一个游戏，这个游戏呢叫做包打听探心局，请工作人员帮我们上一下道具卡好吗？其实就是谁是卧底。哦，这个好玩。给你们4张卡片，好吧？你差点让他们看见了，就自己只能看自己。让我先看看。好，我洗了啊。
那我们两个是一对，还是现在开始个人战，个人战，对，什么是个人战呢？就是个人战。好，不小心玩了个梗。来，让我们来，大家看一看，千万不要告诉别人你们的卡是什么哦。然后我们不投人了，咱们就连说2轮，直接投票，好吧？哦，第1轮，请从我身边的宋轶开始，形容一下你拿到的这个词。时间。时间，好，罗云熙。A 对 B 的状态。A 对 B 的状态，好，陈瑶。一种。我们是不是得给观众看我们的题卡？不然观众都不知道我们在说什么。观众知道吗？没事。这样，请4位闭一下眼睛，然后一起给大家看一下，好不好？来，大家请闭眼5秒啊，先闭眼，所有人闭眼，举起来你们的题目给大家看一下。我这个拿的是正的吗？是正的，是正的。好，看到了吗？看到了啊。好，请放下卡片，4位请睁开眼睛继续说。是一种情感的表达。情感的表达。A 对 B 的状态，情感的表达。好，子成，你觉得是？每个都是爱情。这些都是爱情。都是爱情。好，这是第1轮啊。第2轮我们还从宋轶开始，再来1轮。好像已经知道。我觉得你有点微，你刚刚说的太简单了，你要不然细一点，说的细一点。但第1个说不容易嘛。对。但我觉得，我觉得有人跟我是一样的。这个音乐配的好紧张，这个，那这样我来问一个问题好不好？是你觉得一种你会喜欢的状态吗？我觉得也不一定。对，它可以是，也可以不是，对，还是不能很武断的去判断。好。它是一种沉淀的表达。好。罗老师。说多错多，你知道吗？万一是你呢？可不一定哦。反正他不是严南星和江心白。姚妹。 4个字，我觉得。你连几个字都说呀？万一我们是3个字呢？就是感觉有一点点像梭罗和柳若谦。好，子成，你觉得是什么？最后1轮描述了啊。一瞬间。一瞬间的是吗？一瞬间。好，来4位，现在请不要左顾右盼，也不要抄答案。3、2、1，指出你觉得你认为是卧底的人啊！来，请你们闭上眼睛指，好不好？我怕大家有人跟票啊。3、2、1，请指向卧底。来，掌声！是我吗？你猜猜，是你，首先是你。你猜猜他们是什么？他们什么一见钟情？对，然后应该是日久生情吧？对，是吧？是日久生情，日久生情。但你可能听到我说不是江心白和。不是，我是觉得姚妹那个跟我的也很像。他说的，然后你说那个跟我也是吻合，他们4个玩的好说的一种情感了。对，你说的是 A 对 B 嘛，然后他就是说，对我就觉得都可以。但你刚刚说的时候，我觉得就觉得一瞬间就知道。对，一瞬间绝对不是。好，复盘结束啊，那我收一下卡片。OK， 我们这个游戏呢到这里就要暴露找队友，和大家玩的差不多了。对，你就要故意说的还在复盘就好，接着唠。知道你们。大概我都觉得你们跟我是一个。哎，你们再准备几个卡，我觉得一会儿陪看的时候也可以玩，好不好？他们玩的好开心。OK， 那咱们先收一下吧，因为还有一个直播。好，我们今天的逃场通告日呢到这里暂时的要接近尾声了，很开心今天见到几位。那最后想请大家每人用20秒或者半分钟的时间来跟正在看直播的网友们安利一下我们的言心计，好吗？来，云溪从你开始吧。
大家也看了那么多天的《延禧记》了，也知道《延禧记》的一个基调了。其实《延禧记》就是希望在这个清凉的一夏带给大家轻松的一笑，然后呢，在轻松的一笑的同时，也会跟着剧中的众多人物一起去寻找这个鬼草案背后的真相。然后我觉得，其实《延禧记》就是诚意满满的，希望让大家有一个欢乐、轻松且有质感的观剧体验。大家如果喜欢《延禧记》的话，就继续关注《延禧记》吧。谢谢。好，来，下面宋轶跟我们分享一下。就是大家快来跟我们一起在爱奇艺线上追剧吧，追剧等你哦。好，来，杨妹。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延禧记》，跟我们一起来解锁更多有趣的剧情，然后好看的服装，还有一些我们满满的一些小的情节，还有我们就是我们剧里面的一些那个叫什么文化类的一些东西。好，子成。我们这部剧里面，不管你是对哪一对，或者是案件，你想知道后面的结果，你就接着看，因为想知道他是不是 BOSS， 对，接着看。你们猜呢？能不能成功上位？他们都怀疑我是坏人哦，所以我是不是那个大反派呢？你们看嘛，看了就不知道。告诉你们了，你们看了就知道了。好，那大家记得要去我们爱奇艺，跟着《延禧记》一直走到大结局。同时提醒大家，今天晚上7点40分，也就是20分钟之后，我们依然会有跟大家一起陪看的直播，还是我们几个人陪着大家一起来看今晚的更新了。所以要锁定爱奇艺，感谢大家。然后最后来几位起身，我们转过去跟现场的媒体和会员朋友们合张影，好不好？然后我们的直播就要跟大家说再见喽，拜拜各位，下次再见。Muito legal, né? Junte-se a nós e se inscreva no canal, deixe seu like e compartilhe com seus amigos para que os vídeos sejam entregues para mais admiradores do Cici. Ative também o sininho para saber das novidades. E lembre-se que temos a página do fã-clube no Instagram, o link está na descrição deste canal. Obrigada por me acompanhar. Até o próximo vídeo, beijinhos da Aileen.